本赛段，来自星宿两大阵营的25位主厨，将组成10组星宿对局，抢夺组内唯一的晋级名额。太残酷了，刚拼杀了那么多人，又让我去比。段文义在追杀李东，没有追杀这个事儿的存在。我对我的菜品的味道很有信心，川菜后就有了。我调味很厉害的。星厨甚微淘汰。经过我们3位评审的商量啊，使用拯救权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必须要认真的。该食材已被踢馆者亚罗斯拉夫锁定。当我听到踢馆的那一刻，我的想法就从挑战稀有食材变成了我要挑战哪一位比较强的厨师。我也是米其林3星出来的，谁不是3星啊？这是终极大对决啊！3个人加到一起9颗星，也是死亡记录。太好了，这道菜很不错。本轮比赛结果，获得第1名的选手是。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商超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道道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水就是水，让水回归纯净。本节目由娃哈哈纯净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七喜赞助播出。会吃的喝七喜，1周7喜，爽透顶。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鸡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本轮踢馆组名次即将公布。OK， 踢馆者亚罗斯拉夫的名次是第2名。下面公布剩余2位主厨的名次。感觉每次比赛都在挑战着我，还蛮有意思的。到最后，我相信我的口味是优先的，肯定没有什么大问题。获得第1名的选手是 TC 蔡都义。Thank you, congrats. 首先呢，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南洋风味做的真的很清新，很清香，因为它这个香茅草的这个味道很清爽，一点都不腻。再加上这个汤汁进去，你顿时会觉得说，哇，这道菜你吃到的每一样食物都是美味，它不仅限于章鱼。然后等到第3个的时候呢，还是欠缺了一点。我觉得他处理章鱼的方式是我没有吃过的。但是他另外2个他都没有打动啊，这倒是。因为你毕竟是3道菜，但如果说所有的菜里面，比如说那个章鱼谁做的最好吃，那我觉得你说的对。这个汤好啊 ，Yeah， the barbecue is good。这汤好，这就是面，不上，面干嘛？面不要上，它那个不加分。Yeah。OK，must be ending。好，搞定。恭喜新厨 TC 蔡都义成功晋级。谢谢老师，谢谢 ，Thank you so much。哎呀，他要是选我们组，他就晋级了。就我想要的东西比较多，但呈现的不够，所以的话这也是一个遗憾吧。It's a good experience, right? Yeah, I mean, fun, yeah. Bad experience, good experience, everything's an experience. Yeah, for sure. Can't complain. Can't make you stronger. Complain. Yeah, exactly. I felt upset because first of all I wanted to be first, but in the end, when I saw the dish that TC made, you know, I knew that he is simply just better. Yeah! 漂亮！漂亮！报仇了，报仇了，可以的，可以，漂亮！打败好了，打败了，对，送他回家了，终于把他回家。我现在自由了。我尽力了啊，输了真没办法了。你还得在这待着吗？我觉得比我没有晋级还要遗憾，因为毕竟他们年轻嘛，这个也是应该是一次机会吧。如果错失了这个机会，我觉得确实也非常的遗憾。本组比赛的食材是豇豆。豇豆3人组出发啊！悄悄的检测。
哎，周师傅上场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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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谢谢。加油！你看他们这一组哈，是2个新厨，1个素厨。对，而且阿姨在这一组，我觉得还有点担心阿姨。这场不好打，说实话，因为周成师傅的这个实力真的是有目共睹的，他强得很。没有压力啊，什么都行。朱师傅的话，就作为中餐来说，手段也很硬的。对，因为毕竟我们是专业厨师出身，应该是没问题的啦。煎蟹女王呢，她就感觉像误闯天涯一样，我觉得她应该压力特别大。我觉得她没有压力，但是我其实是蛮期待她的。虽然对战的是2位新厨，我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上一次他们对煎蟹很喜欢。这一次的豇豆炒蟹肉，我就做这道菜会更有松弛感了。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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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龙过江啊！其实我私下有开玩笑，我们做一道菜叫青龙过江，就是开水烫一根豇豆，多漂亮啊！是真的很难，因为在我们餐里面的确用的不多，也没怎么用过。很多人都会给到你一些建议，但是你要把它做了一道让别人去惊艳，或者是一道适合比赛的菜，还是比较难的。首先在选豇豆上，每根豇豆我要切多长，我要选多细多粗的。对于像我们这种专业的选手来说，每一步都是精细的去计算过。就像我为什么瘦了2公斤啊？因为每天我都在吃豇豆。爸爸的豇豆啊，没完没了。早上香豆烧鹅。我们每天要吃豇豆。我爸爸参加比赛，他说豇豆的菜没了。因为我都在每天在试错，家里人疯了嘛，觉得爸爸为什么每天都让我吃豇豆嘛？我儿子就做了很多可爱的那个公仔啊，那个挂一个豇豆拍个照片，我就发给我爸爸，今天家里又吃豇豆了。一根豇豆就把我差点弄疯掉了。每一根豇豆多粗，切20公分的长度，刚刚好达到我的要求。18根豇豆就是18根豇豆，而不是随机去选择一把豇豆去切。我要确保在比赛当中120分钟里面把它完美的呈现。所以呢，我们还是想用一种海洋的感觉去呈现它。然后这道菜里面我一共分了2个部分。首先豇豆我们先焯水，用水去烫，烫完以后进冰水，保持它的翠绿色。然后用扇贝打成非常非常细的泥，加在豇豆中间，把它作为一个粘合剂和提升豇豆的鲜味儿，均匀的涂在每一片的豇豆中间，然后把它做成卷。来把它卷起来，再去低温。他要把豆角给低温慢煮吗？啊，周师傅那么厉害，只有个低温的东西。因为我要保持它里面那种刚刚断生那种口感，所以需要低温2次。第一次先单独加热豇豆，再用那个腊肉刨成很薄的片。然后把那个豇豆卷起来。然后再进行第2次低温加热。那我最后呈现是在一个扇贝壳里面呈现的，所以我会把它切成块状，看上去就像一个整体的一个扇贝的贝肉一样。当你切开横切面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豇豆这个东西的。所以我在横切面上又用了那个扇贝泥去薄薄的抹了一层。但是因为我们做西餐的话，那锅气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所以最后在做的时候，在煎制的过程当中，温度非常高的时候，我放了那个鲜抽，去瞬间让水分蒸发掉。汁水的话，我们就用了一个干的辣椒，然后那个腊肉，然后新鲜的猪肉、大蒜。炒完以后加入鸡汤。
它是用湖南腊肉做的一个豆角。它这个思路是对的，问题就是出来的效果就最重要了。对，味道也很重要。腊肉跟豆角它是非常配的，啊，最主要就是看看它的呈现方式，这个就是讲那个主厨的经验了。对，就是看你对食材的理解。那我们第二个部分，我们熬一个米油，熬米油的水，我用的是那个5阶的西班牙的火腿汤，去掉它的鲜味和咸味。在米油熬完以后，最后把那个豇豆切成指甲片大小，然后把豇豆炒一下，再融入到我们的米汤当中。那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扇贝的壳，混入了那个豇豆晒成干以后打成的粉。所以它在炸完以后，它会略带那种豇豆的香味。就是所以我做的东西，它不是做了一道菜，它是一个整体的呈现。所以我们用了炭炉加海螺做一个加热的装置。它用些小螺壳来装什么东西呢？装汤。所以每个细节你都要考虑清楚。扇贝壳下面的鹅卵石，它一定要去加温，因为要保持那个东西是烫的。最后你那个石头放进去以后，你为了表达那个香气，我还要用佛手柑浸泡在那个水里，最后用喷壶洒在上面。当冷的热到热的时候，它就散发了出浓郁的那种佛手柑的香味。因为你作为一个贝珠来说，你希望最后的那个扇贝壳是半开放的，就是你若隐若现看到里面有个贝珠，想用一种海洋的感觉去呈现它。然后从拿到评委的面前，它的香味那种干豇豆用炭火，包括那个栀子花那种花香味，包括评委最后擦手的纸，都是每一个贝母的壳都是手工去磨的。所以我们从香味、从温度、从呈现、从口味，包括不同的层次感，软的、糯的、脆的，每个方面，我觉得都考虑到了。周师傅应该还可以，他做一些很细，做的很精细。他那边弄完了，就只剩他摆盘了。好了，他为什么走过来这边呢？朱师傅这个台面清清爽爽啊，绿油油的。你看他们对酱豆的处理就完全就不一样哈。他是做什么的？实际上，他是做杭帮菜。我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周师傅的实力在那儿。周成老师可能他做出来的菜可能会比较漂亮，然后可能会有中西融合的这种形式呈现出来。那我可能会避开他的这个优势，我可能会做的索性就偏更中式一点。这次我带来的是凝椒鲜响脆。哦，它是什么？鱼肉，鱼干，鱼干吗？咸鱼吧，是咸鱼，可以剥皮的。哦，它那个不是那个，它是应该是米鱼香。它这种咸，它不是用盐腌制出来那种咸，风干汁。对，会有鱼刺吗？这个有，可是要剥出来，现在要剥。对。因为豇豆它是比较寡淡的一个食材。那么用它的咸度来提升豇豆的这个滋味。它好像是把它切碎了，要么做馅吧，我感觉。还有个就是也用的是这个米鱼胶嘛，刚好那个米鱼胶类似于作为一个像一个口袋一样，那么把炒好的那个豇豆和响包在里面，形成一种像荷包状的一种形态，把这几样原料把它融合在一起。
一看就有食欲，感觉好像都做的都挺丰富啊。嗯，螃蟹女王现场杀蟹了。我抽到这样子，我女儿都笑了，说：“哦，你一个素厨跟2个新厨比赛。”但是我有跟她说，我觉得说，这个也好像也不是特别重要，就是最重要的是我努力用心去把这道菜做好。后面就是觉得说，哦，我在沿海城市啊，要跟一些海鲜的结合，我准备做一道最常见的小炒菜。这个菜启发的来源就是我女儿就是小时候就是挑食嘛。加上我开店时间上也是很忙，然后也没时间给他，做比较多种多样的，就是比较多个菜。那我就像把很多杂菜，那里面又有3层肉，有一点干贝丝，有鸡蛋，那这样就是简单做一道菜，让我女儿又能吃到健康又营养的东西，我又没有那么耗我的时间嘛，因为没时间做生意嘛，忙嘛。是她很开心，那时候因为她说，哇，妈妈上你好久也没有炒这道菜给我们吃了，我连续炒了2、3天给他们吃，他们连续都在吃不腻的，就是拿一点饭去配，一直说哦，好好吃啊，好好吃啊。我的女儿就回忆起小时候吃的那种杂菜啊，就是这种味道就都出来了。煎蟹女王这次还做蟹吗？她应该是做她最比较擅长的东西吧？但你这豆角跟蟹就怎么去搭配啊？我这道菜最费时间的就是要把里面的豆取出来，再切丝，把所有的籽都清干净，才不会影响口感。要是把籽去了切丝的话，跟蟹一起炒，应该口感还是蛮不错的。一点红萝卜，然后茭白也切丝，马蹄也切丝，然后切一点肉丝。然后一点干贝，然后再剥一点蟹肉在旁边，打一个鸡蛋在旁边等待。我虽然没有很高超的，就是说哦，真的是要弄得很漂亮，或者说很高超的技术什么，但是就是这一口让他们吃下去，就有想到妈妈炒豇豆的味道，有家的味道，还有食物自然本身的味道，是都有，所以我还是有信心的。哇，它那个味道传上来了，好香啊！嗯，好香。它一定好吃。它可能是平衡一满了，你看。加油，加油！这个你猜谁会赢？我猜中菜吧。哦，你觉得它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但说不定煎蟹女王这种非常具有家庭家常味道的菜，还真的蛮有可能俘获评审的心。现在你们需要进行商议，选择其中一间评审间作为终极评判。我很想选择大众评委，如果选择大众评委，应该对我是比较有利。然后专业评委，因为我也不是很专业的厨师，所以这个可能对我来讲，要求会比较高。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好，哎呦，我得拍掌！你看人家这做的多好啊！哎呦喂呀，豇豆。哎，那个饺子里面包着可能是豆的馅儿，是不对？吹火，你这肺活量不咋地呀。角度问题啊。下了。是唱歌的吗？吹气跟唱歌不一样。哇哦！
还可以。这个想法蛮好的哦。He just braised it with ham, a little bit salty and soft. 他选择了一个花椒，这个里面的味道呢调的还是不错的。时间太久了。对，粘住了。就焦了，我就怕焦。它好像还好，只捏还是糯的。对，还是糯的啊。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看一下指南。哇，它做的这么好看啊！你看这个，这很精致，真的很精致。哇，这有点厉害了。哦，里面哇，全都是豆，鲜嫩的豇豆为料，搭配细腻的扇贝泥，裹上烟熏腊肉。走着。先喝汤。这可以吃哎。它在里面是馅儿啊，香味儿酱汁儿，这么厉害吗？这个蛮好吃。首先给你的味觉就是烟熏的这种香味，然后再浇到里面这个豇豆的这种清爽的味道也表达出来了。I got the flavors from the scallop infusing into the bean. And I also got the texture. It wasn't just, soft and soggy, okay, which is comforting. It was, something that was actually very delicate, almost like asparagus. I enjoyed that dish a lot. 现在请评审品尝3号菜品。妈妈的味道。这看起来很下饭。这是一道宵夜菜，是我可能每天都会点的。它还蛮有点闽南风味的。豇豆丝啊！Go，不要停！Go。好吃，好吃。大口，这个要大口吃。哎，真的挺特别的哦。好吃，也很清爽。对。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吃，真的像他讲的一样，有这个妈妈的味道，就是家里的味道。他把这个豇豆切成丝，又跟他的螃蟹融在一起。这个丝还是带一点点的这个硬的感觉，但是配上蟹肉软软的感觉，就整个吃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我真的很喜欢吃这道菜，真的是特别的打到我的心吧。哇，这可以耶！虽然是一个很家常的做法，味道还是不错的。
煎蟹女王是用心的，她是去思维过她想做这个菜的大概的一个状态。她把豇豆切丝，第一个就是容易入味，第二个是去掉豇豆的一个菜腥味。然后她选择了一个现拆的红蟹的蟹肉下面的配了一点点的那个鸡蛋，一起炒的话，它的整个的口味的丰满程度直接就拉满了。虽然是一个家常菜，但是它做出了高级感。而且这种高级感，我们观众一看就很明了。我们又去学他这样做的话，也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好吃。哦，停不下来，奇怪。哦，真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停不下，停不下来。吃的直摇头，哎，怎么会这么绝？你就给它光盘了吧？不，有一点让我感觉自己非常有罪恶感。不差这一口，光了吧。那这个相对比较健康，真的。你就光盘吧，你要不要光盘？你要不要光盘？真的。既然大家这么坚持，对，光了。我就表演光盘给别人看吧。Amazing， 没有人要吗？没有，不要了。这是今天第一个光盘。这真的可以。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完了，这3个有点难选。开心点，干嘛？就这样吧。没有，我其实挺开心的。投票结果已出，本组主厨选择的是专业评审间。那就专业，我们就直接专业了。我们就专业的，走一起按，那一起按，来，好，3，好嘞。我虽然想着大众评委对我比较有利，但是我觉得，他们更年轻，更需要就专业老师对他们的点评，然后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机会给年轻人啊。现在宣布未被选择的大众评审间的结果是1-2-0，厦门煎蟹女王获胜。其实真的没想到自己一票也没有，那一刻还挺意外的。他厉害的点在哪里？我觉得他把一个非常家常的东西，非常自信的拿到比赛当中，而且没有任何的做叠加去做炫技，就是非常淳朴的一道菜。所以如果他赢的话，那也很正常，的确是他做得好。由于本轮你们选择的是专业评审，所以大众评审的比分不作为最终结果。现在请进入专业评审间，揭晓你们的最终结果。这种就赢了。没有，不是。如果是他选这个，你就选这个的话就没事，我没关系。哇，所以螃蟹女王如果他们争取到选我们这里的话，可能他就晋级了。本组对决的结果是，我觉得那边不会选他，我觉得有可能会。投票结果也是1-2-0。恭喜！星厨周晨成功晋级。周晨做的这道菜呢，就是层次比较多啊。这里面呢，烟熏的香味很突出，
第二个呢，口感处理的也很好，特别你这个汁啊蘸上这个豆切了以后呢，它很和谐。 All right, so I think very good effort. This ingredients to me is the hardest ingredients to showcase. And I think you made it spectacular. I think the texture you brought out the beans,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So for this dish, you know, I love it. And this touch, I can tell, you know, I was eating it already. So, great dish. 朱师傅的这个用了一个鱼肚、鱼胶来包出来呢，是有点用力过猛了。因为如果是我们说简单的菜，就粗暴对待；细腻的菜来跟它匹配的话呢，你一定要有它的一个对应性，因为它把菜塞进去以后呢，它没有更多提供给它的一些质感。一个菜在里面太软、太酥的时候呢， 你只能够吃到外面花椒那个皮的这个感觉，所以它是没办法去平衡它的这个口感。相对来说呢，这个味道调的还是蛮好的。炒蟹妈妈真的是把家庭的味道带出来了，味道不错的，这确实是很用心的妈妈菜。是，谢谢老师。你这里面有干贝吗？一点点你吃不出来，都是很少的。 包括我有一点3层肉丝，你可能也没吃出来，但是它就是炒这个菜才会香。我因为没投票给他，并不是说他家常啊，是因为吃这个豇豆的时候爽脆的，蟹肉也是细嫩的，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些配料，就是让你在整个切的过程当中，哎呦，嚼到最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纤维也扎实的感觉了。所以呢，这个呢就 可能反而是减分了。我觉得我就是已经画上一个很圆满的记号，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我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家了。哇！可以，朱师傅，Your best。谢谢。险胜。 姐姐，您这一道翡翠炒蟹肉鲜味好足啊，我太喜欢吃了。我这道菜除了食材新鲜，用油也非常讲究。我用的是有中国发明专利配方的金龙鱼，1:1:1，它是由8种好油科学配比而成的，花生油、菜籽油等8种油的香味层层释放，口感丰富，并且它还将反式脂肪酸减到0，用它炒菜营养均衡又健康。 这金龙鱼1:1:1，不愧是全球销量第一啊！营养均衡就吃1:1:1。这边是猪肝组，猪肝3人组。我很好奇他弄的猪肝甜点。对啊，他用猪肝就做甜品怎么做的？看一下，这组有看头啊。 这会是什么呀？猪肝吗？本轮食材为其常用食材猪肝。哇，这个好多，爆炒猪肝不错哦。成功锁定该食材的主厨是星厨赵宇恒，素厨川味法厨，影视主厨。你要拿猪肝做甜品吗？拿猪肝做甜品啊？甜品是选了猪肝。 甜品是选猪肝，这个是很意外的。做甜品那么有信心来做猪肝。在听到这个赛制的第一瞬间，我脑子里已经确定我要选常见食材，因为对于做甜品来说，很多常见的普通食材，它未必是甜品的常见食材。看到这个食材的第一个想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这个有趣的期待的感觉，其实大过了当时觉得它是不是挑战。没有人选择这一类的食材去挑战做成甜品的东西。 多指教，别手软啊，别手软。猪肝我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我一直的一个理念就是用普通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味道。赵宇恒是一个很满意的对手，期待他能把猪肝做出什么样的甜品。
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拿起来就闻半天，应该是发现猪肝味儿有点重了。猪肝它的脏气味比较重，如何去掉猪肝的那种腥味就特别关键。他在给猪肝冲水，注入生命的源泉。那赵师傅也在那冲啊。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对着它的猪动脉冲，8分钟到12分钟是可以去除个85%甚至更多的。现在大家猪肝的预处理基本上都是一个方向，都是先冲水去味，因为只有短时间，你浸泡的时候时间可能不够。这太浪费时间了，这个干嘛不切了冲啊？哎，这边直接把猪肝切了。猪肝的内脏味还是比较浓的，把它切薄片，在清水里面抓洗，用牛奶把它泡着。这是法式做这类菜肴的常用做法，牛奶会更好的吸附它里面的一些味道。啊，他这个好办法，他把猪肝的血液全部都清完了，好办法，好办法。我准备去看赵师傅做甜品了，坐他正对面，给他一些鼓励。这一次的甜品呢，就是用一个猪肝去作为载体，呈现了一些白色的色彩的食物。当我想通了这一点之后，我就确定我是要用猪肝去做成一个慕斯的形式。猪肝慕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得了。猪肝跟鸭肝、鹅肝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质地比较粗糙，所以我要把它筛得很细，然后通过不同的油脂啊、糖的比例去调整到它适合是做慕斯的结构。所以在里面加入了一些焦糖的巧克力、酸奶油、杏仁去增香调味的酒。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加入了一个我很喜欢的食材——红乳。红豆腐乳？对，红豆腐乳，它其实跟杏仁加在一起很像脏气味。做了一道野味儿，加深了这个脏气味儿。您说的特别对，因为我后面还用了其他东西来增强野味的这个感觉。红乳它本身有一个绵长的发酵的气味，保留猪肝的香气的同时，增加它的厚度，让它变成一个泥之后呢，还是可以塑造成一个有形态的样子。他们俩可能今天会撞一点东西，因为他那边用的猪肝他也想做一个慕斯。因为我要对战的是甜品的新厨，我想做一个看起来跟甜品相似的东西来去挑战它，这样才有趣。当时选食材的时候，就在脑子里过了一下猪肝能做什么，大概就2个嘛，川菜的一个经典功夫菜叫干高汤，还有一个就是鹅肝酱。既然都是肝，我在想猪肝能不能也这么做？大蒜、红葱头在锅里面炒香。一般法餐的做法是加红酒，我就想料酒也是酒，能不能试一下料酒？葱姜料酒，这个偏酸，正好提供一些酸味。青标料酒口感醇厚，也用一点。加入我们的浓缩料，浓缩到一个糖浆的质地，把它加回到猪肝里去，打成一个泥。1、2、3、4、5，结束。然后过筛，进蒸箱去蒸制，蒸制到定型的温度，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蒸过，差一点点，再5分钟就好了。蒸过的话，猪肝的质地就会变得很粗糙。放凉之后，像打奶油一样，把它打得均匀丝滑，挤到模具里面去。我在选购模具的时候，专门选了甜品慕斯常用的模具，用液氮去给它急速的降温。我用花椒、辣椒和陈醋做一个浓缩汁，过滤后放入蔬菜的吉利丁，把冻硬的猪肝慕斯放进去浸泡，
每进一次它都会比之前稍微厚一点点。它均匀覆盖在了猪肝酱上，你吃到的每一口分布都是均匀的，口味都是一致的。然后是冷冻的这个猪肝慕斯，那猪肝慕斯不就重了吗？他也做的猪肝慕斯。别人做什么对于我来说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这个挑战不是给我对手的，这个挑战是给我自己的，是我跟食材的对决，不是我跟其他选手的对决。他做了什么？有看到吗？这个的话是叫艾斯普玛，我是使用了杏仁奶跟一个比较特别的材料甘蔗汁。甘蔗汁很天然的带有一些草本的味道，带了一点点清爽，再加上艾斯普玛它是泡沫状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跟味道就是慢慢的荡开了，就会变得更有层次。底部的话是做了一个坚果跟蛋黄的酥粒，可以承接住上面这个猪肝厚重的口感，每一口的风味都有变化。我还是需要一些东西在嗅觉上面点亮整个香味，它需要符合我对于白色食材、白色香气的这种设计，所以使用了茉莉花。哦，它是要蒸馏。白丝里面是什么？那个碗里面是空的，它就是为了接那个凝聚下来的、滴下来的那些水。哦，感觉今天它的菜复杂度已经拉满了，用的这些所有东西没有一个是不费时间的。对。哎，他这么什么拿个花出来，他也打算搞这个？也是茉莉花吗？看得像茉莉花。猪肝和茉莉花结合，它会产生一些化学分子式，给它带来另外的一种香味的层次在里面。刚好我院子里面又种的有茉莉花，我就采摘了一些。把那花放上去，香味能进去吗？我觉得进不去。对呀，而且有的时候要看搭不搭，如果搭配不好，这种香味反而更加的扩大了它的这种腥味。我同意，因为茉莉花里面有一些挥发型的香气，它确实会把猪肝的辛苦带出来，所以我的设计是不要直接在菜里吃，不要混在一起，那它变成一个在后面去喝解那个腻的感觉，可以更合理。首先第一步用了旋转蒸发仪把茉莉花的香味提取出来，就给它撒在上面，用真空压强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叫吲哚，就会带来另外的一种香味的层次在里面。但是有的时候制胜就在显招，就看它能不能把那个花突出来，就是把猪肝变得更香。泡菜的话是源自于就是藏族阿妈的一些配方，就是比较古老的配方，又和我小时候吃过的紫姜藿香的味道，把它重新用现代的一些技艺组合在一起。传统的话主要是来自于它的味道还有食材，我的食材都是我自己种植的，包括我们的拔草除虫啊，全都是自己去做的，直接是从土地到我的餐桌上面，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亮点之一。第二步，把猪肝切到0.2到0.3厘米的厚度，我觉得是吃猪肝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用青的花椒啊、辣椒炒的一个油来浸它，慢慢的去浸出来。第三步，油浸猪肝的时间非常短暂，大概7、8秒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为了搭配猪肝，我还加入了一些藏式元素在里面。我用了一种高海拔的鹿儿韭菜，与阿妈的泡菜捆在一起。泡菜配猪肝可以的。还有最后30分钟，请各位主厨准备出餐。这个穿法的话已经差不多了。哇，他还没有摆盘呢。另外一个也是9分钟了，肯定来不及了。方法等会就只是因为出了个东西，结果赢了，有东西出来就赢了。
这就很尴尬了。最后6分钟，搞不定了已经。10、9、8，按铃，先按铃，拍铃先。时间到，行，也算压哨了。请3位主厨前往评审区。猪肝实际上还有点考手艺，这3个做猪肝的都应该演绎的比较精神。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黄金地带的阳光，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鲜薄1分会失神，严重1毫会夺味。3餐4季，让道道菜都好吃。李锦记薄盐系列，薄盐味更鲜。现在你们需要进行商议，选择其中一间评审间作为终极评判。好难啊，很难的抉择。选哪一个？其实又想听专业意见，但是又想知道消费者的意见。又想知道消费者的意见。没错。但是规则只能选一个呀。就感觉自己做的东西，如果放在专业评审那边，他们应该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如果从比赛的角度来说，要打败赵宇恒老师的话，可能大众评审那边更有希望。哇，人好开心！干嘛？怎么了？猪肝都来了。哦，什么？猪肝了，猪肝了。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好。这道菜的主味道是紫姜藿香的味道，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第2层味道是泡菜的味道，是传统的味道。猪肝又是一个平民的食材，3者结合就成了今天这道菜。它猪肝好嫩哦。我没嚼动了。完了，鸭口不行了。这块猪肝切太大了。但是猪肝还很好吃啊，很嫩，我都吃完了。泡菜我挺喜欢的，配上这个姜还是不错的。它刚好是断生而不老，一吃的话呢，有点爆炸开来的辣，但很快就消失了。它配了一个腌的萝卜，就马上把腻感平衡掉。我觉得这很完美的一个组合。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开始了，这是个甜品。这个菜就是感知正在发生，它是由香气引发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我的谜底就在牌面上。如果可以，请不要寻找猪肝。如果可以，请不要寻找猪肝。我觉得这道菜最重要的体验就是从闻到那个香气开始，所以我期待说，先不要着重在找猪肝这件事情上。来一口吧。只要你吃到第一口，它每一个层次会在你期待的位置依次的出来，在那个时候猪肝它自己会跳出来的。把猪肝做成一个甜食，这是蛮大胆的创新。The second dish, the one that I like, was very sweet, and I think also the sweetness helped to bring it out because of the contrast. 你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吃到是一个很疑惑的味道。所以我知道了，
我们比较疑惑的是，我们到底在吃什么？对他们说了，不要去找嘛。问题是不找猪肝，那这个比赛是比的是猪肝呢。他就把猪肝隐藏了嘛。但我刚我有问他，他不想盖住那个味道，但我觉得还是盖住了。我完全没有吃到猪肝味啊。一个猪肝的那种气味，在一个甜品里体现，真的无法想象。但结果是没有气味的，它呈现的是一个甜品，它味道不差了。这道菜有一点测试性、有点实验性质的东西，就很看评审是喜欢这一挂还是不喜欢这一挂。现在请评审品尝3号菜品。啊，这个好漂亮。这道菜是融合了法餐跟川菜两边的经典元素，川菜的味道，法餐的精致外形。这颜色嘛，做成一圈儿就，哎呦，一圈干是吧？哦，我刚刚也是这样想到的。咋了？因为你刚提醒完了我。这很像啊，它的质地也很像，是吧？然后放到嘴里，然后再看它的颜色。别笑啊！当时很诧异，怎么会吃笑了呢？心情很忐忑了，不知道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往坏的方向发展。首先，我会觉得，哪怕你晒鹅肝，也不是做成一个圈圈的。如果不往那方面想，其实它口感还可以的。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很爱吃鹅肝，它的味道其实是挺好的。中间配的那个菠萝酸酸的，搭配的没有问题。很有创意，做了很好的调味，口感呢很丝滑，也很细腻。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我觉得我有点纠结。我选这个完全代表我自己啊，不能从任何专业啊，还有怎么样啊？我心中有一个第一啦。投票结果已出，本组主厨选择的是大众评审间。这个专业是决定你能走多高的高度，然后大众评审是接受人群的广度。那我选接受人群的广度。专业法厨讲得特别好。我们还是要面向市场做生意，我们跟不同的客人交流。那我们做这个东西是有什么样的接受度，其实也是我们关心的东西。我觉得还是选大众的。好，那我们派靓仔去。未被选择的专业评审间的结果为1:1:1，平票。啊！哇，这个可以啊。我投的是这个啊，我估计你投的是那个吧？这个啊，这个。这3个呢各有特色，都把猪肝处理得很好。一个是把它做成甜品，一个把它做成很有记忆点、很有个性的刺激的味道，还有一种是有层次感的晒鹅肝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在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是1:1比，每人表达的是不一样。可能就完全是个人的对这个菜的一种理解吧。现在请进入大众评审间，揭晓你们的最终结果。来，我都不敢看了，我们还要现场接受鞭打呀！现场被鞭打。嗨，老师好。听到对面这个1:1:1，感觉怎么样？很开心，很开心哦，有被认可，都有被选到，皆大欢喜这样。我们要看看最后的结果，我们也不知道彼此互相选了谁这样子。本组对决的结果是当时听到专业评审间1:1:1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可能会赢，胜算还挺大的。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作为一个专业的 chef， 我本来就想做给大众的人去吃我的菜。大众评审结果为3:0:0，素厨影视主厨胜出。
那其实这3道菜截然不同嘛。这道菜我是觉得酱汁是很好吃的，我想说，哎，这是可以配白饭去食用的一道菜，这样，所以在我这里是我觉得还不错。这个呢，如果可以，请不要寻找猪肝。我确实没在寻找猪肝，也确实找不到猪肝。那么我能找到什么呢？就是大家一致的认为不知道在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部分。那么就说到这道菜，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鹅肝的，就但凡哪个餐厅有鹅肝，我是必点的。所以我相对来讲，我在这2道菜我犹豫了很久，我还是喜欢这道菜的。但唯一遗憾的是，首先因为你这个肝的这个颜色就是这种土黄金黄，然后挤成一个圈，你的这个形让我们无法面对它，但又不得不吃它，这是它非常扣分的地方。所以我在犹豫再三，想了很久，我还是投给了1号。至少它是猪肝，至少它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呈现。赵宇航，如果在你们餐厅，你觉得这款酱汁里，你们会选用原材料用猪肝来做甜品吗？我觉得就是餐厅追求的其实是客人可预期我们能吃到什么，他知道这个餐厅大概提供什么样的菜品跟风格，不危险。但猪肝其实挺危险的。对，但是在比赛里面，其实想要的是可控的风险，就怎么能在风险里面去做一些特别的东西。很多时刻他可能期待吃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这个不一样有多不一样，大家的心理接受的区间是不太容易很好的掌握的，可能偏了一些，就是不能接受。恭喜素厨影视主厨，恭喜！在本轮对决获胜，请前往2楼晋级区域。新厨赵宇航、素厨川味法厨遗憾落败，请离开。啊，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老师。就是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我们也还是一起共度了一段很好的时光跟体验啊。我们确实不是那种火花四射的对手啊，很重的火药味没有。做这个行大家都很惺惺相惜。有遗憾，就让我再选一次，我绝对不会选那个模具。哦，也是沾一点运气了，因为他们俩都是做西餐，我做的中式的，每个人对这个猪肝对食材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都还是蛮不错的。谢谢，恭喜恭喜，谢谢，印象。古师傅他们组开始了。哇，梁山好饭和古师傅单挑啊，那梁山好汉危险。那也不一定啊，他那好东西不少啊。就没想到会正好就撞到他枪口上，就是又开心，然后又觉得哎，还是有点紧张，就怎么能碰到这么个神仙？本轮食材为极稀有食材，葛仙米。种子吗？一种藻类的果实。果实，它有点像爆珠那样。成功锁定该食材的主厨是星厨古志辉，素厨梁山好饭。我有点后悔。我的对手呢也是非常强的，他对食材的理解啊，对食材的运用啊也是不差的。本组比赛的食材是葛仙米。120分钟倒计时，计时开始。加油！好，加油！好，加油，古师傅！葛仙米，它没有什么味道，没味道，是一个球，然后有点像我们分子的那个球一样。是阿嘎吧？差不多，反正就是一个球。葛仙米呢，它其实是属于一种藻类的水产植物，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它吃起来吃到嘴里面有点 Q 弹，所以之前大家呢都是把它当成一个点缀啊，或者一个普通搭配的食材使用。如果把它当成纯粹的一个主料食材使用，可能对大家也是一种考验。这种很素很普通的食材，最难的把握的就是如何不要喧宾夺主，很容易做成被喧宾夺主。对。
很期待就是谷老师做的这个葛仙米做成，看能做成什么样子。我看看谷师傅做什么。这个葛仙米呢，我之前的只是用来做甜品，我想挑战一下自己，能不能做出个另外一种的演绎方式出来，把这种原材料呢，把它拓出。拿回来的时候呢，我都试过不同的做法。炒出来呢，它没有什么形态，也不太好看。试过很多遍，油炸不行，用来炒也是不行。那温度太高呢，它会爆，它会融化。但是最后呢，我是觉得就是用来蒸的效果呢，会比较好一点。卖相口感我还是倾向纯淡的。我就借鉴了那个粤菜的花雕蒸龙虾这个做法，但是我用葛仙米做那个主料，花雕龙虾都是点缀的。这道菜呢，最主要突出它的长处呢，就是这个味道。就算这个原材料没有主味，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主味把它吊起来？用其他的配料，这个就是那个味道是最关键的。我选择经典的粤菜花雕芙蓉蛋蒸龙虾底的做法。打鸡蛋了吗？这里边了吗？应该是做类似于煎蛋的东西。用鸡蛋、花雕酒的香味来帮它提鲜。这个葛仙米说适合做蒸的。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出来的味道会非常的柔和，比较清淡。放大招了。为了凸显这个主材料，增加鲜香味，和龙虾搭配起来有海鲜的鲜甜。哦哟，漂亮，这味道就对了。哇，这个香哦！加了点马蹄，增加口感层次。蜜糖豆做点缀，放到芙蓉底上，再用龙虾头尾摆盘。哎呀，谷师傅好厉害呀！凉菜好饭是在做什么？它是加了泡菜水吗？因为葛仙米没什么味道，先用泡菜水去通过真空把它就是稍微腌制进了一点味道。它那个葛仙米是拿到泡菜水里面有抽过那个真空腌制的，所以它那个葛仙米会有一些淡淡的泡菜的味道。它和谷师傅对葛仙米的处理方法还是不一样的。它是用的比较重口味的食材。对到谷师傅肯定是会紧张的，这个毕竟谷师傅是粤菜的这样的大师。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就会剑走偏锋一点，然后通过用到我们大凉山的一些更加稀有的食材，搭配这次的稀有食材一起，然后再用一些现代烹饪的技巧，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尽量的赢谷师傅。这次我准备是用葛仙米做2道菜，整个一套菜的体系呢，我取了个名字叫山生万物。这些食材就是因为葛仙米它本身是种藻类，所以说我第一反应是用到这个另外一种苔藓类植物，就老龙皮这个，跟它搭到一起，因为苔藓类植物有一些木质香味，跟藻类比较搭。用到凉山的一个野菜叫做藜蒿，用到了我们凉山的鸵鸟肉，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鸵鸟肉干巴。会用到盐阴鸡，就缅因火腿，然后再用我们凉山的仙菇菌提鲜。其实我也想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一次我的这个菜，了解到更多不一样的大凉山的东西。他用的食材都非常非常野，它可能会就是原料上会比较有特色一点，但是千万不能演变成喧宾夺主，那就麻烦了。怕的就唯一一点就是喧宾夺主。我跟他起了火是干啥的？对，我没看明白他是做什么。
哦，他那边就是先把那个烤网给治一下。干嘛要治它？因为它在火上面就炒。对对对，而且你这样的话，它会有不粘的效果，因为它纯金属的，你直接就是你相当于中餐的开锅了，对是吧？对对。因为葛仙米本身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味道，所以说我在做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让它在这些食材里边凸显出来。可能就是我会去通过在直火上去炭炒它，我去把火腿的肥油、鸵鸟肉、茼蒿、葛仙米放到一起，去在火上做了一个快速的炒制。这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火给食材快速的焦化过后，但能够有一股淡淡的烟熏味，让它在整个菜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度，然后把它凸显出来。这种植物葛仙米也不见得烟熏味，它都不见得跟它搭。对，梁山好汉真的有点野的。梁山好汉对啊，他东西，他好东西不少啊。我那花椒也是他那里搞来的，他那花椒很香的，青花椒、红花椒。最后是做了一个花椒大蒜奶油的一个慕斯，然后去做一个雪顶一样的，把所有的食材都藏在里边，也是想给人一种稍微惊喜一点的感觉。梁山好汉这小心思很多呀。他的以食材堆料取胜。我的第二道菜是汤，是用盐阴鸡和缅宁的火腿，然后做了一个高汤。他这跟古师傅一比，食材太多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做完了，看谁胜出了。但是要论复杂或者什么，那梁山老也做的挺多那个。对，这其实就是简单与复杂的比拼，就看谁更胜一筹了。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哇，它是这个葛仙米蒸蛋呢，尝一尝啊。嗯，哇，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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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可以，这可以。它这个马蹄加这个豆子加这点睛之笔啊。它那个蒸蛋，那个有些太硬，有些太软，就刚刚好。火候哈，这做的真好。那个蛋薄薄的，但是真的那个嫩滑度真的也很好，再加上它葛仙米的用的，你那个不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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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口感放在嘴巴里面，和那个马蹄的口感和鸡蛋的口感和龙虾的口感，就是一个很完美的搭配，很鲜，很甜，很爽口。它这个做的真的挺鲜的。哇，好吃啊！都吃完了，通杀通杀。要不要来点？你不吃啦？我不吃了。我在帮，我确定是不是每一碗都是一样的水准。这个葛仙米和鸡蛋羹融合得很好，而且这道菜非常突出葛仙米这个主题。哦，确实评得很认真。
是，会很严的。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先喝汤。嗯。哇，哇，它这调味调的有点特别哈。哦，这汤有后劲的哦。这什么啊？这汤，这里面是什么主料啊？就腊肉吧。腊肉。就腊肉，再吃这个。哦，它这个做的有点像糯米的感觉。我来了啊！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它味道太复杂了，很复杂。对，好多味道。不知道是怎么形容，不太知道怎么形容的。对于很多人他吃不惯这种。哇，这是他自己创意料理吧？好创意啊！我嘴里现在我估计能有8种食材以上的。希望他们选专业评审。对，它不太好嚼，它有一种菜，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怎么评价这个东西。The flavors were very exotic. 这个菜确实是很明确，要表达那个葛仙米。野菜也做了很丰富的一个选择，评得很认真。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1号。投票结果已出，本组主厨选择的是专业评审间。您选哪个？我专业的。我听您的。我听您的啊，专业评审。专业评审间。耶，太好了。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那个专业评审是怎么评的。本组对决的结果是，专业评委更合适一些，我更想看到专业评委对这个的一个点评。3-0，获胜的是星厨古志辉。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跟我们的结果是一样的。三生万物的这个菜，这么多的食材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担心过它会串味吗？会担心。然后后来之所以定型成这样，我觉得就是面对葛师傅这样的老师傅，可能我还是剑走偏锋一点，想呈现一些就是更原始野性化一点的味道吧，这样的。因为葛仙米呢，它本身没什么味道，口感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一个呢，把口感是表现出来了；第二个呢，就
就是说你那个叶子啊什么都比较大，吃到嘴里面的时候，葛仙米的口感没有，我们只吃到那个大的那个东西，把那葛仙米的 Q 弹的那种感觉啊，它本应该有的那种特色呢，给丢了。The second dish carry a lot of different flavors,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which I didn't think the flavor was just too foreign. So a lot of times,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get too fancy and produce flavors that nobody's aware of, most likely you will not win. 我觉得很正常那个事儿，因为本身我的选择就很冒险，爱者爱，不爱的不爱，没什么遗憾，就是我说的死而无憾了，输给古老师。古师傅的这个菜很粤菜，你的蛋里面有没有加上龙虾血这一类的东西啊？没有，纯果鲜米本身原材料的颜色跟味道，只是在鸡蛋蒸到它凝结。太好了，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个蒸出来那个龙的腥味。有很多人以为把龙虾血放在里面会更好一点，其实不然。它出来的味道是会串味的，这个很新鲜。它把葛鲜米粉碎打入了那个蛋浆里面，蒸一个蛋底。通过蒸煮以后呢，它会相对比较硬，更鲜美。葛鲜米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软糯的一个食材，在蒸完以后再铺上一层，所以它两个有一个差异化，更好的烘托它的一个立体。这个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你的这个菜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把那个蛋羹里面加了葛鲜米，这个是你最出彩的。如果说你蛋羹里面没有这个的话，就觉得平淡了。所以今天你这个菜做得很出彩，就是表面有，里面也有，主题就很突出了。所以这个菜的一个亮点。感谢谢老师，谢老师，感谢。对，谢谢。谢古老师。恭喜新厨古志辉成功晋级。漂亮。恭喜噻！多謝晒，恭喜你！做锅包肉啊，正好你尝尝这汁儿，我觉得这味儿差点意思。加点这个试试呢？我感觉啊，柠檬味和气泡能丰富风味的层次，说不定会有惊喜。我尝尝，对味儿。有肉有七喜，爽感加倍，一周七喜，爽透顶。咱走一个，好嘞。爽。本组比赛的食材是白萝卜。哇，这东西一车比一车多啊！好多白萝卜，各种萝卜，这个萝卜开会可以了。这组的竞争很激烈的。本组比赛的食材是其常用食材白萝卜。萝卜，请注意，该食材已被踢馆者香港发酵先锋锁定，该组对决人数升级为4人。哇！成功锁定该食材的主厨是星厨安德烈亚、星厨毕鸿飞、素厨厨艺八达通。Let's go！ 这一组是死亡之组啊，会做泡菜的八达通，手类成功的安德烈亚，干翻新厨的云南小哥，还有三星猎手，实力非常之强。我觉得我上我都不一定能赢。死亡之组啊，都很强大。哎呦我天，这场巅峰对决搞得我有点紧张。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商超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道道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金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主要是看一下那个三星那是做什么。哇，你在门前怎么看见那一排罐子没？哦，感觉那一堆罐子里面的东西很厉害。秘密武器。肯定的，这么一堆罐子拿出来吓都吓死个人，好吧？我是柯启东，然后我在 Amber 工作。我是香港最年轻的3星米其林主厨，然后我刚刚拿了黑珍珠亚洲区的最年轻厨师。我在 Amber 做了6年主厨 ，Amber 有100多种发酵，是整个行业里最多的
我会带我发酵的味噌、醋、奶油以及秘制 XO 酱过来比赛。我知道的猪是死亡之猪，他们给我压力有，但是不多。我来到这目标当然是难关键啊。看下这三星搞萝卜的，它是上了个尺在那量吗？我打算做萝卜千层，每一层萝卜的长度与宽度必须统一，把萝卜切成相同长度后再刨片，将刨好的萝卜片切成相同的长度，严格按照刻度来进行。这么标准化，哎呀，很三星的做法，可以。用我自己发酵的味噌做的昆布高汤，然后就放那个萝卜在里面煮，萝卜变色后马上捞出来。煮之后，其实那个汤有萝卜的味道，然后我再弄出拔萝卜了，其实跟醋跟某一些的发酵调味料很搭。我加了一些不同的发酵在里面，自己做的发酵的奶油、发酵的醋，然后跟一些腰果的味噌，我自己做的 XO 酱。但是里面呢，其实跟传统的有一些不一样，因为这是我在 XO 酱里面也是放了一些发酵的一些鱼露跟味噌在里面，所以萝卜跟 XO 其实很搭。那个三星的搞什么？我看一眼，搞千层。一层萝卜片叠成发酵袋子慕斯，萝卜糕交叠两种不同层次的口感。所以说，两种口感，两种质地。因为它本来是要玩发酵，你如果只用同一种东西了，做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层次了，这样组合起来吃到嘴里才会有变化。然后现在是最后一层了。然后去蒸。哇，它速度这么快的吗？好轻松啊！你看它，果然不会是三星出来的。三星这个它的标准化会好一点，切的正正方方的那种。哦，他要做那个了吧？包3层油炸了吧？蛋、面粉还有那个面包糠。但是其实里面也不全是面包，因为是一些薏米。为什么要用薏米呢？其实所有发酵的东西都是用薏米，所以就做成一个联系在里面。哇，还是可以，厉害！它一个萝卜有几种口感，层次比较丰富，对，做的很精细，厉害。反倒是八达通那边看的有点看点。八达通做萝卜糕，做萝卜得心顺手啊。他把我那个酱借走了，他要酥肉，我跟你讲，头都摔爆了。厨艺八达通，我现在的下属跟他是同事，他的实力应该蛮强，因为他就是八达通。但是周身都冇把力。To be honest, I kind of knew it's going to be him. Any chef from Amber, I know his skill set, so I knew it's going to be a good battle. So it was a little bit nerve-wracking, but I'm quite confident, so I'm not afraid. The reason why I chose these dishes, I thought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express my journey and my career. First dish is lobako, layered with summer black truffle. This dish is kind of myself because I started with Italian cooking and I'm living in Hong Kong. I steamed the daikon very, very hot. While it's steaming, I use wheat flour, rice flour, chestnut flour, cornstarch, and potato starch. I mix with 5 different flours, and then I pour that hot oil into the flour mixture and hot water of daikon, so it actually cooks the flour, then the texture thickens. Then I steam it. After lobogao has been steamed and cooled, cut it into small pieces. And I
pan fry it. 我的萝卜闻的还是溜的。 Second dish I'm doing is soju yu. I don't want to say brag, but I wanted to kind of show that I can also cook a bit of a Chinese food. There's going to be a mackerel lightly poached in soju yu sauce, the mala sauce. I need to stir fry Sichuan chili sauce. Make the mala sauce with doubanjiang, Sichuan peppercorn, and dried chili. Cook in concentrated chicken stock. Enhances the flavor. It almost makes the radish taste like potato almost. 这道菜看着是麻酱的烩的萝卜，还是可以啊，主题很贴切。这几个基础背景都挺好的。那边那也是一个纯法餐的，老炮法餐2星新任总厨。他这个是卢布松餐厅的招牌名菜，拿出来根本就输不了。 Quando stavo a Parigi era uno di quelli che andava di più a scegliere un piatto con il daikon e con una salsa sour sweet, quindi dolciastra e acida. Tecnica è un lavoro di precisione, questo piatto essenzialmente è un lavoro di precisione, quindi Per iniziare il daikon viene affettato finissimamente. Con l'aiuto di 2 coppa pasta ricavo 2 dischi di 4 e 5 cm di diametro, 4 per la base e 5 per il cappello. Successivamente le sfoglie vengono sbollentate per 10-20 secondi, dipende dalla freschezza, e immediatamente immerse in acqua e ghiaccio per fermarne la cottura e così mantenere la croccantezza. Per questa creazione ho voluto assecondare il palato asiatico, introducendo 2 salse rivisitati. La prima gioca su note piccanti, unendo del ketchup speziato alle piccantezza del tabasco, una combinazione studiata per esaltare la purezza e la freschezza del daikon. La seconda è una salsa agrodolce, a base di mele con aceto Jerez. Un profilo aromatico che trovo si sposi magnificamente con la sensibilità gastronomica asiatica. 它这个酱看起来挺好吃的。要开始做饺子馅了吗？ Il ripiano del raviolo è composto dall'astice blu, spolpato, tagliato a cubetti e legato con questa salsa cocktail leggermente piccante, preparata in precedenza. 哇，好想吃啊！ Per l'assemblaggio, la sfoglia di daikon alla base viene leggermente velata con la salsa agrodolce. Sopra vi si adagia la tartare di astice e infine sopra viene coperto con l'altro daikon di 5 cm che viene leggermente modellato a forma di cappello. 那它 feel 里什么特别的吗？它是做的那个法式的饺子，但是把饺子皮替换成了萝卜皮。 Anche per forma, quindi riesci comunque a avere una forma che desideri. Si lavora abbastanza bene una volta sbollentato, insomma, è abbastanza duttile come elemento. Non c'è problema che si raffreddi. 哦，哦呦，你看他那餐具看见没？在那车上放的。这一次，我想把云南的山野带过来到节目，让大家能看到云南的一些山野的一些食材，包括一些它的一些独特的景观啊这一类的东西。我就想去山野间寻找一些东西来做成我的餐具，比如说，树皮、树花呀、松萝啊这些东西，只有高海拔的地区它才会有。这些东西我用来做我自己的餐具，就是我觉得这更能代表我自己。这次带来的菜品是素食，他们会觉得你一个纯素食去跟人家肉类或者是海鲜去 PK， 那你说人家的食材啊，包括它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我就是想用瓜果蔬菜做出令人惊艳的一些味道。我会以3道菜的形式展示它不同的口感。我的第一道菜叫做萝卜球。首先把白萝卜切成方块，方块以后我会用喷枪把它烤制。
烤到表皮一个深黑的一个状态。我把烤好的萝卜刨成薄片做皮。哎，那是萝卜缨吗？这么野的吗？它的食材很野。这道菜我主要想突出萝卜的脆感，所以我会用萝卜缨、甜笋和青笋作为一个馅料，就是我会把它共同的炒制嘛。然后我把萝卜叠成纹理状，包入炒好的甜笋丝、青笋丝、萝卜缨做馅料，最后把它卷成球状蒸熟。还是跑了。好野啊！第二道菜我做的是烧萝卜，主要用到萝卜心，另外我会用到牛肝菌、黑虎胆菌一起翻炒，然后把它们放入锅中，和桃胶一起炖煮，这样它既有了菌菇的香气，又有了很软糯的口感。它这个萝卜炖得很软烂，哎，萝卜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哇，那是什么？红西湖都拿出来了吗？哦，有点东西，有点东西。我还用了酸菜、萝卜还有松茸，做了一道偏酸爽的汤。好强好强啊！这要怎么比那边那个搞的镇长是打呀？它野，它确实比较野。我的第三道菜是萝卜天妇罗。天妇罗的话，就是我想突出萝卜的一个脆感，所以我会用到云南当地的冰川茄子、金耳、玉米、马蹄，穿成蔬菜状，再裹上面糊，最后放入锅中炸至金黄。包括它的酱料，我会用偏版纳那边的一个风味的一个酱汁，它会有一个咸香微辣的口感。所以说这个菜一是口味上的一些层次感，二是一些酱料上的一些丰富的感觉。那至少里面有几种口感，这个菜蛮有创意。我们想看它这摆盘，我感觉它摆盘挺新的。哇，它是用的树叶做摆盘吗？太野了，野的已经没边了，没边了。还有排啊，它东西真不少，那么多。对，我就说把餐厅搬过来了，很用心，真的很用心。既然我用的食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说我还是想要去展示我自己独特的一部分。够野。但是很强啊，其实他都摆盘了，他们都还没开始。1分钟了，哎呀，我的妈呀！还有最后1分钟，请各位主厨准备出餐。他在烧什么？没时间呐。摆盘。那现在跑什么下去呢？应该是最后一步了。哎呀，6、5、4、3、2、1啦！喂，按铃。请4位主厨前往评审区。上心要把他们3个全干掉啊！不容易打败，就看他的这些东西。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呀，好的，来了，第1道，厨艺八达通的白玉无界。哦，它这还是松露啊，挺香的。这萝卜糕，它做的可以啊，它这萝卜糕。萝卜糕算是我吃过人生里最好吃的人，对，数1数2。我要留点肚子。哇，
它不抢。对。啊。还有鱼，它萝卜还有加鱼哦。是什么鱼？ Oh man, I'm not happy with this dish at all. 萝卜糕啊，中间加了一颗松茸，做的也还可以。那个酱汁味道挺浓厚的，再一点酱汁吃，味道还很丰富的，也不错。但后面那个菜呢，萝卜里面呢没什么味道。 When I was looking at judges, I had a lot of mixed feelings going on during that time. To be honest, I really didn't have a confidence. Okay. Okay. It's okay. 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 Who's this? Is that me? You? 这3道菜呢，需要先吃清口的小吃，再喝味噌汤，最后才是主菜千层萝卜。专业应该吃得了，因为那个味道比较浓。点头，点头，点头，好吃，味道好吃，然后汤，好喝，哇哦，好喝，好甜，哇 ，XO 酱，它上面还有 XO 酱，外面也是萝卜吧？它这个是一个像泡菜。你看它切开，一层一层的千层。哦，我弄这个超费时间。XO 酱，哇，这个搭配好吃。它那个酱调的也好，那种辣，刚刚好。XO 酱的对，就它这样的搭配，它做那个用面粉裹像猪排外面的那个皮那种感觉，加上这个酱汁，我觉得调的是挺无敌的。小凉菜也很棒，整个过程的享受，我觉得是都有存在的。要怎么说叫3星猎手呢？他还是有东西在的，有实力在的。哇哇 ，That's good. Yes. 啊，不行了，这第2道还想再试一下。哇！喝。你还想要吃吗？很特别在吃的。现在请评审品尝3号菜品。啊，这一道菜有3个啊！白玉3味，就是我以3种小吃来呈现萝卜的一些口感。烧萝卜突出它软糯的一个口感，天妇罗的话就是萝卜的一个脆感，汤品的话偏酸爽的一个口感。这花盆是一体连在一起的。哇，我都舍不得吃哎。哇，是这样吃，是全部包起来吃。哇，出神了，把萝卜弄得这么好吃的几道，这可以。可以，上面还加了小玉米。它这个萝卜切成片的。好吃。有点酸汤萝卜哈。但这个酸酸的应该不是萝卜的味道，我分开吃啊，它可能是一个绿色的笋。笋。对。它这个汤也好喝。对。你吃完了？我吃完了，吃完了。不，我已经有习惯了。到第3道。对。这个很好吃啊。对啊。很好吃。对啊。他怎么能把萝卜怎么做这么好？他是不是把汤做成这种固体的冻啊？天哪！
有点要命了，他这个做的。他上一轮是在我们这，他换位成功，就觉得他的东西就是云南的一些风味，加上一些新的，所以就很跳出来，你知道？又不奇怪，就融合的特别恰当。现在这3道没有一道做的不好的，对，都好。看得出来，他应该是做一个是纯素的，很干净，就是很淡雅，而且层次感很鲜明，前菜很清爽开胃。就虽然它是很素，但它蛋白质满满的感觉，还是能够把这个萝卜的味道烘托出来。They seem to like this one. The face expression. 现在请评审品尝4号菜品。萝卜龙虾意大利饺，这样怎么吃啊？怎么样？也可以有。里面是有龙虾还是虾子？对不对？它是用一个萝卜做皮来包裹的龙虾的里面的一个意大利粉。就是他们今天主题都很多说没跑题，4个都能找到是萝卜。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Difficult for me because if I lose, you guys all in. I hope you lose. 我来参加比赛，你当然是要来赢，只有赢这个字，然后其实其他东西我没有在想。这太难了，每个都水准之作，哇，太难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所有东西都是95分以上，只是谁是97，谁是96，谁是95.5，就差很新闻的差距，你知道吗？不然我们就先投出第1名。然后我个人会觉得，我犹豫在2号和3号间。我可能会投2号。我吃完这道菜的时候，我是有哇，就是那种感觉是哇，这个东西可以有登天的感觉，你知道？那这个是好吃，不错，这个好特别，好好吃。可是那个强烈的冲击。他用的白萝卜用的多好这个是不错了。对啊，他每一个萝卜都好他萝卜主题都用的多好啊！我会投给3号毕鸿飞。3号是第1，对，是吧？这个没话说。I like most of dishes on number 2。2号直接达到我的个人的口味。3号每道菜的口感都不一样。I think 1, 2, 3, 4。没想到一个萝卜。好，来吧。第1名是。评审投票结束。本组主厨选择的评审监是。我觉得他们不会选我们。对啊。我求他们不要选我们。我本来把门扣起来，打死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开的话。佢哋一定係呢個人number 1嘅，佢唔使諗，因為 presentation 一定贏啦，OK。本組主廚選擇的評審監是，他們一定不要選我們。大眾評審監。哎呀！开不了口，真的，这是我录过所有综艺节目以来最难的一题。天哪，为什么要选我们？好，故作镇定，装样子。现在，请进入大众评审间，揭晓你们的最终结果。没有选我们，没有选我们。嗨 ，hello， 都太棒了，4道菜都非常的喜欢，谢谢。首先，我好奇的想请问，你们4个怎么会决定选我们大众评委呢？哦，剪刀石头布哦。包剪刀，来呗，石头剪刀布。 Really? Rock scissors paper. 我 1, 2, 3. 大众 I won.
首先揭晓会被选择的专业评审间的结果。获得第4名的是星厨安德烈亚，获得第3名的是素厨厨艺八达通。接下来公布专业评审间合议的第1名。获得第1名的是星厨毕鸿飞。哇，厉害哦！它的创新的点就是它用全素的方式来表达那个白萝卜，但你吃完以后完全不会觉得寡淡。他把一个素食做的很有腔调，这是我给他的原因。专业评审的合议排名不作为最终结果，接下来公布大众评审的合议排名。紧张啊，紧张啊！获得大众评审合议第4名的是星厨安德烈亚，获得第3名的是素厨厨艺八达通。接下来将直接公布本组的第1名，请注意，踢馆者只有拿到第1名，才能成功晋级。本组对决排名第1的是，他们其实是不相伯仲的。2号厨师他的这个成熟度更高一些，3号的呈现手法也很好，而且它是全部是以素食呈现。来踢馆，你当然是要来赢。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米其林3星猎手。本组对决排名第1的是，恭喜踢馆者 Terry 何启东。他很厉害。 4位真的都是厨艺界的天才，你们真的让我们纠结了很久。因为萝卜确实是个太平凡的一个食材了，但是你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3个人一致认为这些都是95分以上的作品，真的都是天才，你们太棒了。Terry 为什么给第1名的原因，其实是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包装，或者太多要去让你 focus。 就是个小小一吃到位，就是不需要多琐碎的一些手法。如果我们要选一道菜回去再吃的话，会先选哪一个？那我们可能就我是先选了，可能会再去吃下，再去品尝来吃这一个。我觉得它的酱料是非常的浓郁，但同时不腻，你可以吃出来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调味在里面。 但它完全互相不冲突，反而给它这个萝卜千层呢，就是加了很多的口味，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道菜非常精彩。这个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云南的这个料理，我们也是非常的惊喜，因为我觉得这些搭配都是可能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萝卜可以去搭配这样子的一些食材。太棒了！还有很多我们不常吃的材料啊。 哇，我觉得你很爱你的家乡，而且你的家乡有你这样代表性的厨师，也是很有福气的。谢谢。还是蛮有落差感的，其实，就是我准备了那么久，我觉得心里面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遗憾，我要离开这个舞台了。等一下啊，我们要使用拯救卡。 踢馆者 Terry 他是赢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一定会想把这个我们的火焰币来拯救毕鸿飞，拯救毕鸿飞。恭喜星厨毕鸿飞被拯救晋级。只有这一张，今天的这唯一一张，我们希望还是你能够留下来，继续去发挥你的
我一定会更努力，谢谢大家。恭喜你，谢谢恭喜恭喜！这样。这是我们一致认为的，就觉得3号特别渴望他留下来，能够继续发挥的一个很好的厨师。我觉得一个萝卜玩出这么多花活，还都那么好吃，又那么好看，就是很用心啊。这样认真的人、用心的人、努力的人，他做出来的呈现，首先就会让人很感动。相信他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呈现。哇，我还能把我留下来，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很感动。也特别感谢评委老师，这一阶段我被拯救了，复活回来了，又给了我一次机会。那我下一次我一定会赢回来。谢谢几位，谢谢。拜拜，谢谢。Thank you, bye bye. Thank you. I actually felt grateful, and I felt very calm and quite happy and kind of released of all the stress and pressure that I've been having. I was very blessed and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and this competition itself because I learned so much. Non fatto bene o non a livello, comunque non era così moderno, così wow rispetto agli altri due. Perso meritamente, faticato, il callo, comunque non ci stiamo scusando. Sicuramente non so contento. 嗨，毕老师，打扰一下啊，你知道松茸萝卜汤的味道很妙啊，鲜味特别的干净，是怎么处理出来的？我先用裙带菜、酸菜、干松茸、昆布等食材搭配娃哈哈纯净水慢慢熬制，调出一锅蔬菜高汤做底汤。其实做菜很看重底味和稳定性，像娃哈哈这种30多年品质一直很稳定的国民品牌，水质本身就比较纯净，所以熬出来的汤会更干净，也更容易把食材本身的香味带出来。哦，难怪这个汤喝着特别的舒服啊，鲜味很自然，没有一丁点儿的杂味。对，而且娃哈哈纯净水也非常适合整个烹饪过程，不管是飞水、熬汤、炖煮，还是平时煮米饭和泡茶，都能把食材本身的味道还原出来。好食材再配上好水，味道确实一下就不一样了。学到了。本组比赛的食材是鸡胸肉。加油！加油！加油！120分钟倒计时，计时开始。Go！大家好，我是伊斯大拿。我这次想做一个中西融合的这么一个菜。首先，我用了云南当季的美味牛肝菌搭配鸡胸肉做馅，同时还借用了灌汤包的技法，加入了鸡胸肉做成的肉冻，不像意大利的饺子那个口感那么的干。另外搭配一个炸鸡胸肉，加入一些意大利香料。最后用一个五指毛桃清鸡汤来清口，用3种不同的层次来表达鸡胸肉。Hello，你好。哎，今天准备的是鸡胸肉。对，鸡胸肉。那鸡胸肉，一般我觉得是健身的人才会吃的东西。对，我喜欢吃鸡腿肉，因为有些鸡胸肉会特别柴。对，但是我们做慕斯的话就不会有柴那个口感，因为我们就把那个口感打烂了嘛。慕斯鸡胸肉。了解。整体来讲，西餐看起来比较忙，是比較多東西要做。我師傅好輕鬆啊，飲翻2杯潮州茶先。喂，有冇攞啲上嚟？又喝了，先不先来给自己泡杯茶？太淡定。我这次呢，想要有所突破，通过我的构思结合潮州的一些在地食材，推出一道让大家都能够记住的鸡胸肉。我这次带来的2道菜品呢，一道是潮汕功夫双井的鸡茸，一个是清口的老香黄茶。
到这个鸡胸肉这个食材的时候，其实脑海中呢就很快浮现了一道潮州的老菜复活菜，就是太极鸡茸蔬菜羹。潮汕菜那种特点，一个白一个绿啊，这个基调我是当时也定了。白色的部分呢，主要呢它是有剁碎的鸡胸肉，还有蛋清、蔬菜汁。我会在砧板上铺上一块鸡皮，在上面去剁。你看古老师他已经把鸡皮拿来剁这个肉了，这是很传统的方法了。一来呢防止砧板的异味，二来呢也能让这个鸡茸增加点鸡肉油脂的香味。鸡茸要把它做得非常细腻，正常是边剁需要边剔除筋膜。再来就是蛋泡芙。你待会儿他肯定还要打这个蛋清在里面，他要用那个打蛋器来打发它，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吃起来更有这种空气的这种轻盈感在里面。用4根筷子去打了。他得打发，不是有打蛋器吗？他没用。要打发一点。传统仪式感。哦，但是他打的还蛮绵的。有看到。传统就是用筷子打的。来了，要打到筷子能立起来。太秀了！哇，古叔这个帅哦，厉害！啊，哇！Look at this man！ 哇，很久没有看过人用这个枪。用这个枪来称重。哇！对啊，我们现在不用了。它称什么啊？盐糖。对。主要这个炒这个鸡胸肉，就是你的汤也好，水也好，跟那个粉，还有蛋清，还有鸡茸的比例啊，这个要掌握恰到好处，要不然口感就没那么绵滑了、软滑了。另外呢，我还用到了另一道潮州老菜川椒鸡球的椒麻味型，我会将蔬菜汁跟一个椒麻去做个结合，让它吃起来更有层次感。啊，它里头还有多绿的。这做的鸳鸯哦，还。好，来了，开始了，是绿色的，真的是。开始了，精彩的部分开始了，我们就等着它做。对，先看一下它炒了，怎么炒的。这锅要制的够好够滑，才不会粘。这就是炒制非常见功夫。还有就是川菜的炒鸡烙的一些方法，做了个全新的结合。它的火候非常重要，你不能炒上色，但是又要把它炒熟，就跟炒这个水牛奶一样的感觉。要保证它的嫩。这个菜因为工序繁琐，耗费时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了嘛。这个菜几乎失传了嘛，所以说古师傅还是很有水平的。这个不赢天理难容啊！在摆盘了。快点啊！按铃啊！时间到。现在请各位主厨前往评审区。这个感觉没什么悬念。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哇哦！他应该猜不到那里面是什么。哇，这个味道是很奇怪。
是什么汁？黄酒香菇鸡肉千层。只有一个黄酒汁，但他应该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他们是只能读懂我们的表情是吗？对，听出来声音。我可以笑着说，是吧？很柴，很柴。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哇，这个饺子做的好看哦，这还是漂亮。意大利菜的。意大利菜。OK， 它没有沾多的汁，我觉得是 OK。它的酱汁还不错。好吃。OK，nice， 点头了。nice， 就笑了。现在请评审品尝3号菜品。哇，漂亮哦！潮汕功夫双锦鸡茸，迫不及待了啊！大杯加小杯。哇，漂亮哦！哇塞！哇！因为2道菜的创意本身就来源于潮州老菜。我一天在喝功夫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能不能用我现在这个泡茶的盖碗去做一个呈现？吃的时候呢，一层一层可以往下吃，能够吃到不一样的口感跟味道，也是不断的有惊喜在里面。哦，这个，哇，汁出来了，好鲜。哇，入口即化。很丝滑，很嫩滑，那个氨基酸特别浓，形状像芙蓉一样，细嫩无渣，很滑，那个蓬松感都在。Very soft and fluffy. 这个茶做的很清透，很纯正，很干净。这个就非常潮州菜的一个搭配，给一个好吃的菜，然后用一杯老香黄的茶给你漱口，这是非常高级的一件事情。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投票结束，还是挺紧张的，说实话。投票结果已出，本组主厨选择的是大众评审间，未被选择的专业评审。本组对决的结果是3-0。恭喜古镇海获得3分，请前往大众评审间揭晓最终结果。欢迎各位老师好。本组星宿对决的最终结果，我们要恭喜的是古镇海3-0。谢谢。说明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告诉你，这是降维打击啊！技术难度太高了，那个是完全是技术难度，不在一个层面上。口感、味觉、美食的这种愉悦感，不管是大众评委还是专业评委，还是普通消费者，其实都能够切得出来。加蛋清到底加多少，水加多少，它既能成型又有口感，它的技术难度是相当大的。古镇海老师，您的这道很惊喜的一道菜，没有想到会用这种鸡胸肉打出双色的这种鸡茸，
很松软，很好吃，口感很丰富，还能再挖出宝贝的感觉。这个我吃下来嘛，感觉这很清爽。然后配到这么一杯茶，我觉得有点挺舒服的。3星无名者一时大拿，遗憾淘汰，赛程止步于此。恭喜恭喜恭喜！你真是不止镇海，还镇百出啊！恭喜恭喜恭喜！厉害厉害呀！这个镇山镇海果然是不同啊！恭喜恭喜恭喜！厉害厉害呀！节目联合微博综艺发起跟着百出大战修炼翻脸跟互动活动，即日起上微博带话题跟着百出大战修炼翻脸跟发文节目厨师，向大厨请教做菜技巧、美食妙招，有机会解锁厨师线上教学互动、节目周边、优酷会员卡等多重福利。第2赛段，鸡与鸡之战，10组对决全部结束。目前晋级主厨为12人，踢馆主厨1人，踢馆主厨的团队尚未确认。请踢馆主厨选择想要加入的团队。我感觉他应该会来我们这一边。他那么强大，选这个东西他肯定要选有挑战性的。我会加入宿主。新主其实7个人嘛，然后你还要过去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比我输还要掉脸。欢迎欢迎。现在仍有3个晋级席位空缺，开启补位晋级环节。有机会哦，有机会，三个名额啊。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往后面走一走的。接下来将公布本轮终极补位名单。因为我们今天要选的人，我们觉得你一直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创意，呈现这些不一样的一些料理。要选出的人就是陈小刚。今天真的是非常多的高手，输掉的人也不代表他做的不好。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创新、应变能力在后面的表现的期待。我没想到会是我呀。但他们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的话，那得好好报答他们这个机会，那后面的得更拿出点实力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个复活的名额，这个名额是厨艺八达通。Thank you, thank you. As soon as I heard that, like literally, I try to stand out with looking confident and pretend I'm okay, but inside I was literally shaking. I could feel my legs are shaking, my heart were pounding. 现在补位成功的是一位基本功非常扎实，而且很有创意的一位新厨。他在今天的表现当中也非常的优秀。新厨董玉正。Chef Dong is a very talented chef, and he still has a lot to show us. I think we all learn by our failures. I really want to see, and I'm going to be especially observing these 3 chefs that will save. 我说啊，不会吧？其实心态也没有什么特别变化吧。我说那就继续上呗。回来了，董师傅，来，漂亮！哎呀，老师傅，继续并肩作战，恭喜恭喜！15位晋级主厨正式集结完毕，接下来我们将迎来更加残酷的团队战争。在未来携手团队作战的过程当中，你是否能成为他们最坚实的队友？请拿出你们最好的默契，下个赛段赛场见。
大家好，我係 Terry， 今日教大家整一道柱侯排骨醬炆牛面夾肉。成道菜膠原豐富，低脂油膩。肉洗乾淨咗之後，去咗啲血水，加咗啲鹽同埋黑胡椒攞去醃，用中細火煎到金黃，再將佢換煲。煲入邊嘅油，我哋再將佢爆香，有啲配菜去。牛面夾佢係好吸汁嘅，如果個味道調得唔準嘅話咧，就好難去處理。所以我用咗李錦記嘅柱侯醬同埋排骨醬。用柱侯醬嘅醬香嚟做主導，排骨醬嘅甜酸嚟做翻個輔助，層次先會更加好。咁慢慢燴，咁先會熬翻多一啲焦糖化嘅香味喺度。咁然之後再襯翻柱侯醬特有嘅發酵嘅豆香，再加入紅酒，就可以融合多重嘅香氣啦。我哋中慢火去燴好，我哋撈翻出個牛面夾肉，搭配翻配菜去做翻個擺盤。呢度柱侯排骨醬炆牛面夾肉就完成㗎啦，入口嫩滑多汁，大家不妨試下。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接下来将进入全新的模式，团队突围战，甜辣2人对局，两队将开启2轮的正面交锋，票数高的队伍全员晋级。本场比赛共有60位，大众食客担任评审。对面队伍中啊，不存在有人对我们有威胁。你年纪大了，就回去休息吧，别把手再贴到啊！给我爆了！66份漂亮饭很难做，不够辣。辣椒它有的辣，有的不辣。洪老师，你要不要再尝一下？辣味有点重。I think it lacks both sweet and hot。那面泡菜该装，时间不能等。等我把这个要选餐具，还要摆盆，还要装饭。No time to do another things。Wait，那边没放完呢，开铃就不能动了。少上了3份甜品。希望吃到让我不能停止的那个味道。你让我看着吃不到的感觉有多痛苦吗？哇塞，是不是好好吃？要这个吗？现在将公布投票结果。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谁跳得太快？哇，打这么多吗？这下一轮怎么翻呢？